戰機在超音速飛行時可以投彈嗎？會不會砸到自己？就這麼說吧，對於普通航彈來說，飛機飛得太快，確實有砸到自己風險。比如一架戰鬥機以每小時900公里飛行，它投下炸彈的一瞬間，炸彈會繼承飛機的前進速度，但是當飛機速度突破音速之後，周圍空氣開始出現激波，炸彈離開飛機的一瞬間會進入一個高速、高壓、高湍流環境，尤其是在机翼附近或者机身下方掛载位置，气流并不是平穩流动，而是经过飞机擾動後的複雜氣流。二戰時期甚至冷戰早期，大量戰鬥機和轟炸機都發現，普通自由落體炸彈在高速投放時存在嚴重問題，因為炸彈離開飛機後會受到巨大的空氣阻力，速度越快，空氣阻力就越大。空氣阻力公式里有一個速度平方關係，也就是說速度增加1倍，空气阻力甚至能增加4倍。結果可能是什麼？炸彈姿態失穩，甚至撞擊飛機，尤其是掛在机腹或者機翼下方的炸彈。所以现代戰鬥機在設計武器投放包線時，會明確規定什麼速度可以投，什麼高度可以投，什麼過載情況下可以投，這些參數都經過大量風洞實驗和飛行測試。所以大多數現代戰鬥機執行傳統炸彈攻擊任務時，都會選擇亞音速或者跨音速區域投放。原因很簡單，更穩定、更準確。現代空軍追求的是精準打擊，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戰鬥機執行對地攻擊任務時，並不會像影視劇裡那樣在超音速狀態下扔炸彈，更多時候他們會採用低空高速突防、中高空精確投放、釋放制導炸彈或者發射空地導彈。尤其是現在的智能炸彈，它裝有 GPS 制導組件和控制尾翼，投放後可以調整飛行軌跡。這種武器對於速度和高度適應能力更強，但即使如此，超音速投放依然不是主流，因為飛機突破音速時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戰鬥機在超音速飛行時，發動機消耗燃油速度非常快，可能幾十秒鐘就消耗大量燃油。還有很多戰鬥機在超音速飛行時，並不是所有外掛武器都能承受，每一種外掛都有自己的最大速度限制。很多戰鬥機最快速度是在干淨構型下測試出來的，一旦掛滿炸彈，速度限制會明顯下降。這也是為什麼現代空戰越來越依賴導彈，因為導彈自己有發動機，它可以離開飛機後繼續高速飛行。那有沒有能超音速投彈的飛機呢？有的兄弟，有的，而且還不少。但注意，他們都是在嚴格設計的投放包線內完成投彈的，絕對不能亂投。到了現代，戰機普遍都裝備了火藥活塞式彈射掛架，這種掛架內部裝有火藥作動筒或者高壓氣體气缸。當飛行員按下投彈按钮，火藥被點燃，產生極高的氣體壓力，驅動2個巨大的活塞打桿，以極高的加速度強行把炸彈從機腹推出戰機的空氣動力負面層。憑借這種彈射系統，戰機在超音速狀態下強行拋重型炸彈早就不是什麼稀罕事兒了。而到了5代機，為了隱身，炸彈普遍都在機身內部的彈艙裡。在超音速狀態下打開彈艙蓋，那不等於直接把風往彈艙裡灌嗎？確實，在 1.5 馬赫的超音速飛行中，5代機一旦打開機腹下的隱身彈艙，艙外的超音速高壓氣流就會與艙內相對靜止的氣流發生極其劇烈的碰撞，在彈艙口形成一層強烈的剪切流。於是工程師們發明了气動彈射掛架以及冷氣彈射。這種系統使用高壓冷氣做動力，能夠在不到 0.1 秒的時間內將高精度小直徑炸彈或者空導彈伸出彈艙之外，并強行推離超音速剪切層。客觀來說，戰機完全能實現超音速狀態時投彈，但在實際常規作戰中，軍方依然會盡量避免頻繁進行超音速投彈，哪怕有彈射掛架，無制導普通鐵炸彈超音速投放依舊精度很差。彈射只解決不撞飛機的問題，解決不了彈道誤差大。這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硬件能做到，軍隊依舊不愛用。